Hello，各位玩家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大陸。還有不久5月份就要來到了，所以大陸同樣為大家帶來了即將在5月上線的手機遊戲預告影片。這次要上線的遊戲類型、玩法和風格都很豐富哦，其中就包括了大陸很喜歡的 PC 移植作品，即將推出的權力遊戲 IP 大作、模擬農場系列的最新作品，以及其他如數碼寶貝 IP、Steam 平台移植、獨特玩法風格的遊戲等等。想知道下個月有哪些作品可以期待，又有哪些可以先觀望看看的話，那現在就大陸一起看下去吧。史萊姆農場是一款大陸很喜歡 PC 移植到手機的第一人稱農場模擬遊戲。故事講述一位年輕的農場主來到1萬光年外的遙遠邊際經營史萊姆農場，核心玩法是用真空槍捕捉各種史萊姆帶回牧場照顧。各種史萊姆都有自己的習性和特殊需求。遊戲提供3種模式：冒險模式、劇情模式跟休閒模式，讓你放鬆玩。衝刺模式則挑戰更快完成目標。移動版也針對觸控操作重新設計了界面。也支援雲端存檔和搖桿遊玩，喜歡悠閒經營類型的玩家，感興趣的話就來試試看吧。權力遊戲《國王大道》是由 Netmarble 推出，結合了開放世界和動作冒險的 RPG。遊戲改編自 HBO 的熱門影集，玩家將加入原創家族泰爾家族，在維斯特洛大陸展開冒險。戰鬥系統具有策略性，有多種角色技能可以搭配，畫面表現還沒有誠意的，整體氛圍也成功還原了《冰與火之歌》的世界觀。玩家可以選擇不同的職業，途中還會遇到影集中的經典角色。遊戲預計在5月21日雙平台免費推出。如果你喜歡高品質的手機 RPG， 可以考慮在上市後下載一點看看哦。模擬農場26為知名農場模擬遊戲的續作，這次新作新增了挑戰系統，讓玩家可以在放鬆的農耕體驗中獲得額外獎勵，照自己的步調慢慢玩。遊戲收錄了超過120款的真實農機，來自各大現實世界中的品牌，讓玩家可以一次開個過癮哦。耕種方面有15種作物可以栽種，還能養牛、羊、雞、山羊等動物，也可以進入林業區進行木材作業。遊戲將於5月19日在 Switch 和手機上推出，喜歡模擬經營或想體驗當農夫的話，這款還是蠻值得關注的。槍木 GORE Mobile 是一款風格獨特的第三人稱射擊遊戲，玩家會扮演不死反英雄，超越墳墓，在無法無天的島嶼上對抗名為杜亞邦的犯罪組織。遊戲的戰鬥節奏相當快，可以打出華麗的槍鬥術連擊，畫面表現也保留了主機般的水準。遊戲中有多種可解鎖角色，也可以透過技能升級來強化戰甲和武器，打造屬於自己的戰鬥風格。預計5月29日在移動雙平台推出，喜歡爽快射擊風的玩家或許可以留意看看哦。Hatchan World 是一款物理解密遊戲，預計在5月7日登陸 iOS 平台。遊戲玩法是用各種機械機關來引導小球通過複雜的關卡，過程中需要思考時機、策略以及互動等等考驗腦力的元素。畫面風格簡潔可愛，操作直覺，但關卡設計有一定的挑戰性。而遊戲是無廣告、無內購。如果你喜歡像《骷髏小天使》那樣的物理解密遊戲，或想找一款可以動動腦又不至於太燒腦的小品，那這款或許是你不錯的選擇哦。接下來這款是獲得了 Steam 特別好評，像素風 JRPG 梅格與怪物遊戲不是傳統打怪升級的套路，而是要我們保護一位意外闖入魔界叫做梅格的人類小女孩回人類世界。戰鬥系統的目標不是打敗敵人，而是要保護女孩，不要讓她哭。這是因為她會有一個恐懼值，被攻擊就會上升，歸零就結束了，所以我們就需要邊戰鬥邊安撫來穩定女孩的情緒。如果你喜歡溫馨治癒的故事，或想體驗不一樣的回合制戰鬥，這款應該會蠻適合你的哦。
Coffee Talk Tokyo 是一款以東京為背景，主打咖啡廳經營冒險的遊戲，所以玩家將會扮演咖啡師，在深夜的咖啡廳中接待各式各樣的顧客，嘗試聆聽他們的故事，並透過調製飲料來幫助他們。遊戲主打輕鬆療癒的氛圍，搭配舒適的 Lo-fi 音樂，整體節奏滿滿的。本作原本是預計更早推出，後來延續至5月21日正式上市。喜歡劇情導向、享受角色間互動以及沉浸式體驗的玩家，這款應該蠻對你的胃口。航海奇闻2傳承是一款廣受好評的洛格卡牌遊戲續作，玩家將扮演海盜船長，在不同的海域冒險，收集與融合卡牌來構建專屬牌組。戰鬥採用回合制策略玩法，每個角色都有獨特的能力和起始牌組，加上眾多遺物與敵人的配置，讓每局遊戲都有不同的體驗。遊戲目前已經在 PC 上進行搶先體驗，手機版本預計會在5月推出。喜歡殺戮尖塔這類卡牌策略玩法，或想體驗卡牌策略的話，就來關注看看吧。戰錘 40K 黑暗異端是一款以戰錘 40K 為背景、大型策略玩法的遊戲。玩家將在黑暗的科幻世界中建立帝國、指揮軍隊、管理資源、征戰四方。遊戲節奏屬於比較緩慢的那種，需要長遠規劃與戰術思維。一場戰役可能會維持一段時間。遊戲預計會在5月22日在手機平台上推出。如果你喜歡深度策略遊戲，或是玩過戰錘系列的玩家，那麼這款應該能滿足你挑戰自己戰略思維的慾望哦。迷失之境是一款結合接龍以及洛格玩法的卡牌冒險遊戲，玩家將在隨機生成的道路上前進，每步都需要打出符合條件的卡牌，觸發各種事件與戰鬥。遊戲節奏明快，一局時間不長，但策略深度還蠻夠的，適合零碎時間拿出來玩一局。移動版本預計5月4日正式上線。如果你喜歡接龍玩法，又想嘗試洛格元素的組合，那麼這款或許可以試試看哦。不知道大家還記得以前扭蛋出道的數碼寶貝電子寵物機嗎？大陸在第一次看到這款數碼寶貝 UP 的時候，就覺得整體的概念和風格都很類似。同樣是以和數碼寶貝一起變強為主要概念的手機遊戲新作，玩家將與搭檔馬獸展開冒險，體驗養成、戰鬥與進化的樂趣。只是官方目前所公布的資訊還不多，預計2026年5月會陸續有更多消息。感興趣的話，可以先關注官方後續公告哦。Nick Jr. Replay 是一款家庭向的兒童遊戲，將於5月7日在 iOS 平台上推出。遊戲收錄了超過50款的懷舊小遊戲，包含愛探險的朵拉、藍色小腳印、旋風戰車隊等經典的尼克兒童頻道角色。小朋友可以在互動世界中一邊玩一邊學習數學、閱讀和解決問題等等的能力。而且遊戲中無廣告、無內購。如果你家中有小朋友的話，那麼這款就蠻適合親子同樂的。感興趣的話，就來關注這款遊戲吧。Gambonanza 是一款融合西洋棋以及洛格元素的策略遊戲。我們要做的就是在棋盤上靠移動棋子來賺取分數，同時盤面會隨機出現各種像是爭議或者是陷阱，每一局的體驗都不太一樣。大陸覺得遊戲有濃厚的桌遊感，節奏明快，但也需要動動腦筋，而且運氣成分也佔了一部分。遊戲預計在5月1日在 Steam 以及手機平台上同步推出。喜歡西洋棋或策略類桌遊的玩家，這款可能可以來試試看哦。拉蒂亞的骰子之旅是一款以骰子為核心的療癒系冒險 RPG， 玩家將跟隨主角踏上旅途，通過擲骰來決定如戰鬥、探險以及各種事件的結果。同樣也帶有點桌遊的隨機感，美術風格隨是溫暖柔和，整體的節奏偏輕鬆，適合想要放鬆心情慢慢玩的玩家。預計5月17日在手機平台上推出。喜歡療癒風格或想嘗試不同玩法的 RPG， 那就不要錯過這款遊戲啦。
Living with Leafless 也是一款先前已經在2月展開過這次基於人氣遊戲 Leafly Island 來開發的新作。首先看到遊戲畫面就知道，這是款主打魔人慢活以及治癒系的沙盒類遊戲。那麼我們會在這個虛擬世界裡和各種可愛的煉金生物一起享受悠閒的建造與生活。整體是款偏向休閒輕鬆的作品，想放鬆心情的玩家不妨來試試吧。那麼這期的影片到這裡就結束啦，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遊戲。就若你喜歡大陸的影片，可以給大陸個讚、分享和訂閱。那麼就下期再見啦，祝各位遊戲愉快。